其实本来呢，11月6号这台死神就已经到货了，无奈因为某些原因呢，导致我们这里的快递停摆了。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毕竟这几天呢，石家庄的热搜是没少在榜上。因此呢，这个邮件足足在仓里边停放了9天才发到我手里边，也就是在这9天，生生的把这个模型给放凉了。相信很多同好们也都已经看了其他 UP 主的评测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就不说了。视频到此，各位同好早些的。交时间之己，有网络同好进摩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教友记。在这里呢，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，毕竟呢，聊胜于无嘛，凉了也能吃，只要没坏就行。在之前 M2 魂的艾比安那期呢，我就已经说过了，我这个冤种呢，还从官网订了一个 M2 魂的死神。11月4号呢通知补款，然后呢就经历了我上述所说的事情。其实一开始呢也考虑过是否放弃补款，看着那200块钱的定金呢，想想自己要搬好久的砖才能挣回来。所以呢，最终还是决定更努力的搬砖补款。其实主要呢是想到这个死神和迪奥，毕竟是我 W 里边最喜欢的机体和角色，也就释然了。尤其是打开包装的那个时候呢，确实要比打开艾比安的时候激动很多。打开外边的牛皮纸箱呢，就是传统的峰会包装了。这次呢，这个峰会跟死神整体的设计也是保持了一致，使用了这种黑金色的配色，这个呢倒是挺对我的胃口的。层层盘剥之后呢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就是玩具的所有了。配件方面呢，我个人觉得跟艾比安差不太多，比艾比安稍微少一些。刨去这个 T1 手型和地台呢，主要配件也就是这个光束镰刀和盾牌了。这次呢，光束特效件呢还给出了这种高处理样式和普通功率2种。并且呢，作为光束发生器的镰刀头呢，也给出了2种样式。这种高出力样式的光束发生器的镰刀头呢，还比普通样式的大了一圈。镰刀的长柄呢，这次是给出了一个直柄和一个弯曲的样式，这样呢就可以凹出比较有动效的这种 pose 了。当然，盾牌的特效件呢，也是不可或缺的给到了我们。再来看看主体这里，整体配色方面呢，采用了这种哑光漆面为主，加上内构呢，使用了这种类似金属骨架的颜色作为辅助，然后再加上这种金色的点缀，使得整体的这种机体的质感呢上升了一个档次。其实呢，这种所谓的高贵感主要是来源于这部高达的设计。死神高达在 TV 版的后期呢，设计加入了这种恶魔翅膀，同时呢还增加了很多类似于带有这种哥特式的这种花纹。这样呢，就会有一点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元素在里边，而且呢，又是黑白配色为主，这种味道，我反正是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了，相信同好们也都明白吧。重量方面呢，我也没有用秤去仔细称，但是就手感方面，我觉得比艾比安略重一些。翅膀前后对称的这种设计呢，也使得在重心上不会像艾比安和飞翼那样整体都集中在后方，因此呢，在站桩的时候也就相对的平稳很多。由于本身这部机体呢没有什么太花哨的设计，因此呢整体性很强的这部死神呢也就没有过多的配件来介绍。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可动环节。主体部分的可动呢，该水一下还是要水一下的，因为毕竟太常规了。好了，主体的可动呢，我们水完了，剩下的就是主要卖点的可动方面。首先呢，四肢主翼都给出了这种双段关节的设计，一边呢是球形关节，一边呢是这种固定装的单向关节，这样呢，四肢翅膀的可动范围就非常大了。旁边的副翼呢，只是给出了这种单向单段关节的设计，但是对于我们日常 pose 来说呢，需求是足够了的。
翅膀下放之后呢，合并的时候采用的是这种卡扣连接的设计，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使用，因为这种卡扣太小太细了，弄不好非常容易断。而从说明书上来看呢，下放之后后方的连接是需要用到这种的连接件的，但是我个人呢也是不太建议使用的。第一是容易蹭漆，第二是它的这个卡扣非常小，我个人在后边连接的时候也是摁不上去的。从设计方面来说呢，这个翅膀的设计本身就是以作为斗篷的形式来出现的，因此呢，在整体下放后给人的感觉比较像一只睡觉中的蝙蝠，或者说像一个用翅膀包住自己的恶魔。但是相对于无尽的华尔兹中的造型呢，又确实差了点意思。说真的啊，两种死神的固定造型呢，各位同好们更喜欢哪一种？请把弹幕打在公屏上吧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放出我的结论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无尽的华尔兹中的电影版造型的。当然呢，这里的我并不是说这版造型不好，只是因为无尽华尔兹中，死神以月亮为背景并展开翅膀的那个镜头，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，就好像掉毛打开翅膀的那一刹那。盾牌的可动呢，很好的还原了动画。前部打开以后呢，还可以插入特效件，做出这种发射的样式。但是说真的啊，这部模型里边我最喜欢的配件就是这个盾牌了，因为呢，这个盾牌无论是配色还是造型，都有一种中世纪欧洲骑士团的感觉。最后呢，说说主武器，也就是这把光镰。这把光束镰刀呢，在这部死神的设定中呢，改成了这种双刃的设计。虽然不符合传统的死神的造型，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。因此呢，在看到电影版《无尽的华尔兹》中的设计的时候呢，我个人还是有点小遗憾的，因为这把双光镰的设计并没有沿用到电影版中，反而让其回归到了最初的设定上。我不太清楚呢，设计人员当时是怎么考虑的。可动方面呢，我们上述已经说了，镰刀头呢是给出了2个，而且头部呢也都给出了这样的转动轴。但是只有普通状态的这个镰刀头呢是可以做出这种折叠收纳样式的，而这种高出力的样式呢，则没有给出这种折叠的设计，这一点呢还是比较遗憾的。说真的，我个人觉得不差这一点吧，多给这一点也不会少块肉，所以差评。那么短评一下这部 PB 的感受吧。M2 魂的死神呢，整体上感受还是不错的，毕竟呢，我感觉比艾比安要出色一些。但是要说有多么出彩呢，我也没有感觉出来，只能说我个人单纯的喜欢这部机体吧。价格方面，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，毕竟 PB 的价格我觉得不会降到非议那么没羞没臊，但是肯定也会比我这个冤种价格要更低一些。喜欢的同好们呢，可以等等，真的再等等。好了，这期的教技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一键3连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。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及评测，我是评测员 D，我们下期再见。